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菲律賓利用馬德雷山號喺南海嗰邊生事，越嚟越踩到中國嘅紅線。最近就有最新嘅消息嚟到傳出，繼菲律賓購入咗日本整套嘅雷達系統之外，菲律賓嘅國防研究緊去購入另外一種軍備，係俾全世界知道呢，只要佢做呢個動作去買入呢個軍備嘅話呢，就即係極之有意將菲律賓同中國嘅關係推向戰事嘅邊緣。咁到底佢係買係咩軍備呢？而雙方中方同埋菲律賓若然喺南海發生戰事，雙方嘅戰力又係點樣嘅程度？當然我哋知道中方係有絕對嘅優勢，一定勝過菲律賓。且讓我哋都一齊嚟到研究下，現在中菲兩國嘅戰力爭幾遠，而菲律賓嚟緊仲有啲咩動作係表示到佢真係有意喺軍事層面上邊推向一個危險嘅邊緣。喺外交層面上邊，繼王毅外長講到現在中菲嘅關係何去何從，就係睇菲律賓佢嘅行為，而家已經去到十字路口咁強硬嘅言辭啦。喺外交層面，中菲嘅關係就住南海嘅摩擦又去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呢？亦都會陪大家喺外交層面上面分析。與此同時，亦都會就住中菲兩國嘅貿易關係以及地緣政治、國際政治嘅格局嚟到去同大家分析，到底南海嗰邊將仁愛礁、美濟礁之間嘅摩擦推向戰事嘅可能性有幾大？而今日呢條片亦都會陪大家分析，就係各界都認為嗰架破船喺南海上邊，中國其實只要派支兵過去兩三下就可以收復佢噶啦。點解中國一直都唔做？就係有涉嫌手軟嘅說法。今日亦都會陪大家嚟到釋除呢個疑慮，嚟到解釋下點解中方遲遲未喐手，仲有傳放任菲律賓嗰啲參謀長上嗰啲破船度耀武揚威。今日就會為大家一一嚟到分析喺南海嘅戰事上邊中國嘅佈局，我哋嘅贏面同埋美國進一步嘅圖謀。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2.0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事不宜遲，我哋現在就為大家分析下南海嘅最新局勢，無論喺外交上面、軍事上面、地緣政治層面上邊亦都陪大家分析下。咁講下經濟上邊中菲嘅關係，如果推向戰事嘅邊緣嘅話大家損失有幾大？到底無論喺軍事、外交同埋國際政治嘅層面上邊真係開炮嚟到對抗，甚至造成斷交嘅可能性有幾大？亦都陪大家一一分析。今日呢段片段亦都會陪大家講，就係釋除大家嘅疑慮。呢個疑慮就係中國有冇喺呢件上面手軟，俾美國指使嘅菲律賓勢力喺背後試得出中國係唔敢開戰呢？絕對唔會咁樣嘅。等我嚟講一啲現在全世界嘅時評冇講嘅角度嚟到話俾大家聽，中國嘅佈局係點樣樣。首先我哋必須要知道就係如果去到南海嗰邊真係同菲律賓有呢個軍事嘅摩擦嘅時候我哋中國係打10場一定贏10場嘅，我哋係10拿9穩嘅。所以喺咁樣嘅前設底下現在就諗下點樣去贏得靚，同埋贏得少節外生枝，少惹國際嘅聲音詬病，同埋少損失。最好
就係被人感覺呢，就係沒有軍事嘅介入，純粹係海警嚟到執法，純粹係防衛同埋維護嘅形式嚟到擺平咗呢件事，咁就為之 very good， 咁就為之最靚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就可能都好多人覺得，大家呢睇到菲律賓呢啲縮骨鬼鼠嘅行為呢，都睇得咬牙切齒，因為此舉啊，絕非大丈夫嘅所為。我哋都睇到呢，氣上心頭，但係千祈呢，就唔可以匹夫之勇。須知大國嘅博弈呢，就一定要唔係淨係呢以強勝弱，唔係淨係力量制霸嘅，需要講求嘅呢，就係照顧國際嘅聲音、國家嘅形象，同埋呢一定要出師有名，要合理、妥當當，亦都唔好令人哋覺得呢，就係經過一場戰事之後呢，就感覺到要用力量嚟到威脅人哋，一定要做到呢種感覺呢。尤其是中國而家行緊嘅係共建互利，中國行緊嘅係命運共同體，就唔係行緊軍侵主義，唔似美國嘅。咁喺呢件事上邊，如果我哋個心裏邊係明白，無論菲律賓喺南海點樣搞局，無論引嚟幾多外國嘅勢力，所謂嘅29個國家一齊支持菲律賓自成一派嘅南海仲裁，呢29個國家到底實際喺海軍軍事上面有幾大嘅支援，我哋都唔使驚，因為你前設上面一定要知道，我哋中國呢喺沿海呢幾百公里裏邊呢，一定如果發生戰事係十拿九穩嘅。咁喺咁嘅前設下邊，我哋就諗緊點樣可以呢喺外交層面、政治層面上面呢做到夠圓滑同埋得體。最近有最新嘅消息指到出嚟，呢個消息呢就係指到菲律賓嗰邊嘅軍方極之想將事態推向呢個戰事嘅邊緣，就係菲律賓加強咗佢哋海岸防衛隊嚟緊嘅開支，28億披索，即係5040萬嘅美元，去佢哋個海岸防衛隊開支上面，而佢哋個海軍呢，亦都加咗11.9億，即係12億嘅美元，12億嘅美元咧增加佢哋海軍嘅開支。此舉就係不是別的原因，絕對就係為咗應對南海嗰邊嘅事態。咁到底現在菲律賓佢嘅戰力同埋個計劃如何呢？嗱，首先我哋要分析就係菲律賓如今玩嘢嘅把柄呢，就係喺仁愛礁上邊嗰個馬德雷山號。呢隻馬德雷山號，根據我哋新潮文之前為大家已經報道咗呢，其實佢就已經不但只係沉咗，佢仲係破船一艘，佢已經黐住咗下邊嗰啲礁石。如果呢個船呢一拖嘅時候呢，就會成為好似紙皮碎片咁樣，全部嚟到去倒塌。船上面呢仲有人嘅，仲有船員嘅，咁所以如果你夾硬用強大嘅力量嚟到搞呢架船嘅話呢，就會惹呢個國際嘅詬病，話你欺負之舉。嗱，先要知道呢樣嘢先。可能咧大家聽到呢度又會覺得馬德雷山號呢架船佢係非法咁去進入一個菲律賓都冇主權嘅地方噶嘛。咁但係喺國際層面上面，喺國際嘅聲音上面，中國亦都係冇主權過對嗰個水域，所以呢，而呢個馬德雷山號船就喺嗰度啦，係屬於菲律賓嘅，人就喺嗰度啦，屬於菲律賓。你極其量呢，你唔可以用力量嚟到震佢，你只可以呢，就要將佢要禮貌嘅方式嚟到去夾住，然之後想將佢請翻去菲律賓嗰度。如果中國係打住呢個係我哋有主權嘅地方，就絕對唔可以呢，什麼一炮就打爆佢，唔好諗呢啲行為啦。我哋嘅高度呢，要有翻咁上下去研究呢啲國與國之間嘅博弈戰略嘅上邊。咁若然菲律賓係想喺馬德雷山號嚟到大興土木嘅時候呢，咁佢要做啲咩？佢要喺呢個馬德雷山號左右兩邊呢，其實就係落大樁。落大樁呢，其實就係用鋼筋水泥，等於真係喺嗰度呢，嚟到去做一個大型嘅建築基建咁樣嘅情況啦。所以佢要運大量嘅鋼筋同水泥過去，就唔係求其搭啲棚搭啲架鐵骨咁樣就可以當起咗大樓嘅。咁但係咁大型嘅建材要運過去馬德雷山號呢，中國係一定會阻止。which 中國亦都已經有好多動作呢嚟到阻止佢哋達成。菲律賓極其量呢，就係派出佢哋不對等力量嘅船隻嚟到去進入呢個海域，而我哋中國係表示到有主權嘅海域嚟到去進行滋擾。咁因此呢，亦都有我哋中國嘅海警船對佢進行水炮大射嘅呢個情況出現啦。咁到底菲律賓現在佢嘅海軍力量係去到邊呢？
就陪大家嚟到細數一下。菲律賓得2艘船呢係有3000噸級嘅啫，呢個係佢哋海軍嘅力量嚟嘅。而如果菲律賓係派出呢啲海軍嘅力量去到嗰個島嶼嗰度嚟到進行佢哋嘅滋擾行動嘅話呢，就即係將戰事提升到呢個軍方嘅層面，就即係真係開波噶啦。所以呢樣嘢菲律賓亦都非常之小心。但係即使佢出動到海軍，真係有防空飛彈、反艦飛彈得2艘船呢係有3000噸級，佢哋嘅巡防艦呢係冇飛彈嘅，淨係得連發嘅火炮啫。而佢哋嘅補給船亦都只不過係一個600噸，所以面對住中國嘅海警船呢，中國嘅海警船都有3000噸級噶啦。面對我哋嘅水炮，佢哋係冇水炮嘅，只有呢捱噴水，破壞咗船上面嘅設備，同埋呢受到呢個海水嘅侵蝕。對佢哋水炮呢樣嘢呢，絕對唔係細路仔射下水槍咁簡單嘅。而菲律賓嘅海空軍呢，亦都沒有什麼戰力可言。所以知道菲律賓嘅海空力量只有12架 FA-50係購自韓國嘅，得5架係可以起飛，因為飛機咧係要輪替咁起飛，有啲咧就起飛，有啲咧就要進行呢個補給同埋維修，所以唔係12架都可以即刻上場。另外一堆咧就係二戰時期剩低落嚟嘅螺旋槳戰機，亦係不提也罷。所以好多人都知道啦，若然真係進入咗戰事嘅邊緣，喐嘅咧嗰一方，若然係菲律賓夠膽喐手，佢必敗無疑，佢必定咧係俾我哋中國3爬2撥咧就收拾咗噶啦。咁點解菲律賓要做盡一切踩紅線，將局勢推向戰事嘅邊緣呢？我哋聽得新潮文嘅觀眾呢，我哋都唔使再去質疑呢樣嘢，佢背後係受到美國佬指使。而有一陣間喺政治嘅分析、外交分析上面分析小馬可斯呢，亦都會完完全全話你俾大家聽，就美國佬點樣操控今次嘅南海戰事。點解美國要開闢一個南海嘅戰線呢？佢已經好攰噶咯，佢已經顧此失彼，兼顧唔到呢佢現在手頭上面有嘅俄烏巴爾啲戰事噶咯。而家紅海呢，大家請聽翻前2日嗰一集紅海嘅戰線呢，亦都已經開闢咗噶啦。點解佢要咁做呢？亦都會陪大家今集慢慢分析嘅。不妨喺今集分析咗南海嘅戰線過後呢，大家再細微我哋前嗰2日咧紅海嗰集嘅戰線分析，亦都呢，咁大家可以有個更加 full 嘅 picture 呢，就係知道菲律賓背後嘅大佬美國呢係有啲咩軍事嘅計劃，點解佢要咁做。現在就係有傳一樣嘢，就係菲律賓最近就同日本嗰邊去購買咗一個雷達嘅系統，呢個雷達嘅系統呢，就係嚟自三菱電機公司。其實呢個計劃呢，唔係最近先有，呢個購入整套嘅防空雷達系統呢，一買咗4套，係2020年呢，大家就已經簽咗約噶啦。咁然之後呢，就去到今年呢，就交付俾菲律賓，而菲律賓亦都即時馬上嚟到去採用。喺12月20號，菲律賓嘅空軍基地，即係嗰啲空軍基地呢，係前美國嘅空軍基地嚟嘅，就有儀式。日本亦都派咗防衛省嘅官員過去菲律賓嗰度做呢個開幕嘅儀式添。佢哋喺嗰度要擺防空嘅雷達，目的就係要監視黃岩島嗰邊任何中國嘅動向。大家可能覺得，喂，呢個行為挑釁味好強喎，推向戰事邊緣嘅味道好強喎，其實就唔強嘅，因為呢雷達畢竟只不過雷達，係離遠夾住你嘅啫，就唔會令到你怕嘅。而中國喺黃岩島嘅繼續嘅行為中國喺仁愛礁對出40公里喺美濟礁嗰度建造嗰啲不沉嘅航母，建造大量嘅啲軍事基地嘅行為係唔會停嘅。但係我哋以研究一下，其實同日本買呢個防空雷達呢個動作背後嘅意義係在啲乜嘢？背後意義係在於呢，就係開始咗第一個軍售啦。因為日本自從2014年開始放寬咗關於武備方面嘅貿易禁令，其實日本係去到今年先至首次將整套嘅雷達系統喺呢個軍備嘅貿易上面去賣出去嘅，所以此舉對日本嗰邊嘅意義係非常之強大，即係對日本喺個軍事市場上面重新活躍嘅意義非常之強大。另外一樣嘢對日本嘅軍事意義非常之強大呢，就係菲律賓嗰邊嘅小馬可斯指導，就係要快啲同日本盡快咁樣嚟到去達成一個軍事嘅互相能夠准入嘅協議，軍事互相支援、互相幫助聯防准入嘅協議。咁小馬可斯呢就強調呢啲行為呢就絕對唔會關中國事嘅，絕對唔係針對中國，人哋都冇問你係咪針對中國，同埋喺南海度搞事，你點解即時就講啦？同日本要快啲達成呢個軍事互相可以准入嘅協議呢，就一定同南海同中國冇關，叻唔切，人哋都冇問你，你自己鬼拍後尾枕。
所以現在菲律賓購入嘅呢個日本嘅雷達系統，對將呢個菲律賓嘅軍事力量能夠大大提升嘅作用有幾大呢？根本就唔大。第二，對菲律賓加強軍力，擺明就要同中國嚟到去南海度開波呢，嗰個象徵式意義有幾大呢？亦都唔大。但係呢，我哋再睇埋落去菲律賓嘅防長嘅講法，菲律賓嘅防長呢，除咗最近就同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嘈咗起上嚟，即係當然唔係防長自己啦，係佢呢個武裝參謀部嘅參謀長呢，同我哋中國嘅外交人員嘈咗起上嚟，即係又係有挑釁啊同埋摩擦。防長自己呢，菲律賓嘅防長自己更加講到出面。呢位啊叫 Gilberto Teodoro 呢，就係菲律賓嘅防長，佢就講到好出面嘅啦，就係話現在菲律賓就係要同美國同埋日本嗰邊呢交換情報，極之歡迎呢購入呢個日本嘅防衛系統，而且嚟緊呢喺呢個情報互換方面呢，亦都會全面合作。呢個係菲律賓軍方嗰邊講，即係國防同軍方呢就係連成一氣噶嘛。最緊要就係如果喺軍事方面呢，菲律賓仲有一個動作，就係表示到佢真係呢開始想增添自己嘅力量呢嚟到準備開戰。咁呢個係咩動作呢？就係購入佢哋最弱嘅嗰範。我剛剛講到菲律賓喺戰機方面呢根本乏善可陳，但係最近菲律賓嘅軍方嗰邊佢講到嗱，現在呢就研究緊一樣嘢，就係可能會對美國呢購入一架叫做 F-16嘅戰機。嗱，F-16戰機呢就係美國非常之廣泛用途，亦都經常賣埠接外國訂單嘅一架戰機。廣泛嘅用途就係空對空嘅戰力啦，對地嘅戰力同埋電子戰。可能呢菲律賓臨到聖誕節呢就想送啲聖誕禮物俾自己，喺22號呢就釋出呢個消息，亦都透過呢個菲律賓駐美嘅大使嚟到廣泛公開咁對媒體咁嚟到去講出呢個消息，就係話嗱，雖然呢個決定係未落實，但係非常之大嘅討論空間，佢喺度放緊風聲出去，佢放緊風聲出去呢，亦都喺度講，但係根據菲律賓嘅採購法一直以嚟呢，就係要買全新嘅裝備，對菲律賓現在嘅經濟能力嚟講咧太貴，菲律賓 afford 唔起，嗱，買二手就 fit 晒啦。嗱， F-16嘅呢個戰機同埋全副嘅裝備呢，喺二手市場都非常之活躍，所以菲律賓絕對係會考慮嘅。同埋菲律賓喺軍事上邊、防務合作上邊，亦都會全面咧同美國嚟到互相配合合作。呢個就係軍事嘅最新消息。全世界嘅軍事時評亦都喺度講啦，就係點樣可以睇菲律賓係咪真係有意去上戰場？睇一睇佢嘅軍力呢，就知道佢係喺度搞緊事，喺度叫囂緊。聽美國講，即係做美國嘅大聲公啦，定還是佢真係有可能推向戰事嘅邊緣呢？其實就係睇佢會唔會買 F-16。大家知道，如果但凡買 F-16嘅地方呢，就即係極有可能係使錢將該地方嘅軍事力量推向戰事嘅邊緣，係非常之危險嘅動作嚟嘅。咁當然，即使菲律賓當佢真係購入咗 F-16戰機，又或者好似好多時評所講 F-16、F-18大黃蜂都購入咗。能唔能夠同中國嘅一較長短呢？亦都唔係，中國亦都係十拿九穩嘅軍事上邊。因為我哋睇翻中國嘅軍力就知道呢，菲律賓係絕對冇得打。嗱，首先中國喺美製招嘅驅逐艦就有052C、052D， 亦有戰車嘅登陸艦，仲有綜合嘅油彈補給艦。飛機方面呢，有空警200、空警500、反潛機同埋殲11嘅戰鬥機，配備反艦嘅飛彈。我哋中國嘅海警船呢，即係大家都睇到，對住菲律賓佢哋嚟到開水炮嘅嗰啲船呢，淨係海警船都可以有3000噸級，有效阻止菲律賓嗰邊採取任何方法呢，企圖走去馬德雷山號嗰度大興土木嚟到打樁，嚟到建大廈、建基建、建基地，有效阻截佢哋任何建材都唔使旨意去到過去。仲有早前呢，大家亦都睇過我哋報道咗，就係一連27艘嘅民兵船以連環船嘅陣勢嚟到去喺南海嗰邊畫咗一條線。而家呢，就話俾大家聽，唔止27艘，隨時呢就加到去100艘，有27至到100艘嘅船呢就會加入民兵船，加入呢啲連環船嘅舉動。連環船與連環船之間呢，就有流刺網，一拉開嘅時候呢，可以講緊伸延到幾十公里咁長嘅，所以對任何船隻要越過雷池呢，都難越雷池半步。呢啲行為呢，就係我哋中國喺軍事層面上面呢，同菲律賓呢絕對唔係對等嘅力量。我哋中國喺軍事層面上面呢，絕對大勝菲律賓嘅。
而未來呢，亦都有消息指導中國係會加派殲16同埋殲20嘅戰鬥機去南海上面我哋嘅不沉航母嚟到去駐紮。美濟礁同埋仁愛礁相距幾十公里，任何軍事嘅摩擦呢，中國都能夠喺2分鐘之內呢嚟到去到達嚟到平亂。但係到底我哋中國點樣可以睇得出有冇咁嘅意欲？嗱，已經駐紮咗咁多航母喺嗰度啦，咁多軍事力量，甚至未來隨時有可能殲16同埋殲20都會去嗰邊嚟到去看守。但係我哋中國能夠將呢個局勢推向戰事嘅必然嘅意欲有幾強呢？有冇係外界講到呢？純粹係嚇下菲律賓，係真係唔敢將呢個局勢推向戰事嘅，因為中國唔敢開波，唔敢打仗。到底是否如此呢？我哋都睇一隻船，就係呢個919嘅醫療船。嗱，須知道咧，我哋用島礁嚟到建成嘅不沉航母，有3000公尺嘅跑道之外，亦都有4個四方嘅碼頭海位，其中停泊咗一隻船呢，就係叫做919嘅醫療船。嗱，除咗海警船啊，同埋2艘支援艦之外呢，919嘅醫療船呢一隻船呢就有別具意義，因為919嘅醫療船呢就係戰時交戰嗰陣時候先會攞嚟用嘅。意思即係話，若然有什麼軍事嘅摩擦，有人員嘅損傷嘅時候呢，就唔係運翻去海南島，唔係運翻去中國呢先至進行醫治，係即場呢就係上醫療船嗰度呢進行救治，甚至係動呢個手藝嘅 operation 嚟到去進行醫治嘅。如果論菲律賓最近購入嘅雷達系統嘅話呢，我哋嘅華陽礁亦都有24小時嘅雷達系統嚟到監察住一切嘅動向。所以如果真係要喐手起上嚟嘅時候呢，美國如果真係發動南海嘅代理人之爭，又再照板煮碗用多次嘅話，我哋中國喺南海係有絕對嘅優勢，美國係一定會吃敗仗，而呢一仗呢係唔會變成俄烏或者巴爾咁樣無限期咁拖落去。對我哋中國而言，根本要維護我哋南海嘅主權呢係十拿九穩嘅。菲律賓係冇一絲嘅能力呢能夠拖延今次嘅戰事，而29個國家支持菲律賓版本嘅南海仲裁，呢29個國家亦都係口爽荷包立，佢哋係做唔到一啲具體嘅支持，因為佢哋要過嚟支援菲律賓呢係途長路遠，對我哋中國而言呢卻係我哋近海之戰，所以我哋要睇中國係有幾大嘅決心，係隨時準備應對南海嗰邊嘅局勢呢係進入咗戰事嘅。我哋睇呢架919嘅醫療船之外呢，亦都要睇我哋外長王毅嘅說法。我哋外長王毅呢已經好清晰咁講到，我哋中國當然呢係想用外交嘅方式、和平嘅方式解決任何誤判同埋分歧，但係王毅外長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中菲嘅關係現在呢已經到達咗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呢？就一定要菲律賓謹言慎行。菲律賓有任何誤判或者一意孤行、不懷好意咁勾連外國嘅勢力，企圖咧喺南海嗰邊生亂，中國會依法有根有據咁樣嚟到去堅決應對。言辭呢就講得非常之決斷噶啦。近呢個月呢，近呢過去呢2個月就有風聲傳咗出嚟，就係講到菲律賓同埋中國嘅關係會唔會有驅逐大使之舉。如果有驅逐大使之舉呢，就真係去到斷交嘅層面噶咯。而一講到斷交嘅層面，驅逐大使之舉呢，菲律賓現在揸莊小馬可斯就話佢係應付唔到驅逐大使之後呢所發生嘅局面，會有好大嘅麻煩，後果係難料，佢難以承擔，呢個佢原文嘅講法。而喺12月20號，喺咁多新聞鋪天蓋地咁嚟到去報道南海嗰邊緊張局勢，菲律賓嘅外長馬納羅亦都致電咗俾中國，係佢主動致電中國，尋求中國嘅應約，而中國亦都有禮地應約嚟到接呢個電話。喺12月20號嘅晚上11點，呢個電話就打響咗，雙方亦都進行咗溝通。事後中方表示到，菲律賓呢個電話係希望喺談判桌上解決咗雙方嘅分歧，唔希望去到對抗，唔希望去到戰事嘅邊緣，甚至更加冇可能就係斷交，逐出大事。嗱，呢個電話中方呢邊係咁樣嚟到形容，而菲律賓嗰邊亦都沒有去否認，沒有好似美國咁出咗第2個版本嘅聲明。馬納羅菲律賓嘅外長係指導佢承認呢個電話係坦誠、坦率，而且非常之有建設性嘅。咁大家就可能會諗啦，呢啲係咪一手唱紅面，一手唱白面？係咪呢個玩緊兩頭蛇啊？玩緊明暗之爭，玩緊左右模棱兩可，甚至就陽奉陰違啊？
我話俾大家聽，絕對唔係咁樣。千祈咧要明白，一個國家就彷彿好似一個企業咁樣。如果大家明白一個企業，甚至唔好講個企業啦，大家可能打下工嘅大中細公司都好，都有派系之爭，都有山頭之爭。咁一個國家亦然，對菲律賓而言，對日本而言，佢哋嘅軍方呢嘅話事權係唔係就係喺嗰個上將手上，或者是否喺佢哋嘅國防務大臣啊手上呢？而呢個防務大臣任何防長嘅，而是否完全聽命於總統呢？可以話俾大家聽，絕對唔係。起碼喺日本同埋菲律賓呢啲國家，佢哋嘅軍方呢係唔係聽命於佢哋嘅首相或者總統，係聽命於美國嘅。如果咁樣嘅話咧，大家就會完全明白啦。咁呢個美國又是否得一種聲音呢？就係只有主戰嘅聲音，亦都唔係。美國主戰嘅呢就係有一派，此派呢關係到軍工複合體嘅利益，而反戰呢亦都有另外一派。呢一派例如話美國如今呢就係民主黨嗰邊，但係敗老頭好多時夾喺中間就騎虎難下，所以敗老頭好多時呢就特登將啲軍援嘅法案就呈去國會嗰度，等國會嚟到去否決。咁敗老頭呢就覺得自己已經做咗嘢啦，必要時間呢逼得太緊嘅時候，佢就會用總統行政命令嚟到直接呢就係要撥款嚟到支援戰士。但係總統行政命令就不能用得太多，如果唔係咧，亦都會引人詬病。呢啲咧就玩政治牌同埋夾喺中間，如何平衡各方嘅利益，如何明哲保身，背後大有學問。我哋呢一刻能夠知道嘅咧就係喺菲律賓，小馬可斯強烈咁表示到，小馬可斯同埋菲律賓嘅外交部亦都表示到，佢哋難以支持同中國咧進入咗斷交嘅層面，但係菲律賓嘅軍方咧，佢頻頻做出啲動作，好想將戰事咧就推向現實，例如話。早前菲律賓嗰邊嘅武裝部隊參謀長呢，就同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黃溪連就嘈咗起上嚟，嗌殺咗幾句之後呢，就發埋脾氣添，就諗住將個關係將個溝通呢，就推向一個緊張嘅局面，而小馬可斯要親自嚟到去暗喻同埋嘲諷，就話呢。嗱。解決事情就要心平氣和，就唔可以發脾氣同埋反應過度咁樣嚟到喺公開嘅層面上面咧暗喻佢哋嘅參謀長，再加上菲律賓外長嘅行為咧，就表示到佢哋係 afford 唔起將菲律賓推向戰事嘅邊緣，因為要打嘅話咧，佢一定輸，必敗無疑。菲律賓若然進入咗戰事咧，就千祈唔好要係俄羅斯對烏克蘭，絕對唔係咁樣嘅情況。菲律賓絕對冇可能好似烏克蘭，甚至得到整個北約嚟到幫助呢，都冇可能同可以喺南海嗰度同中國有一日之長短，呢樣嘢係冇可能嘅。更何況北約會否真係聯防到去菲律賓嗰度啊？冇可能嘅。呢啲29個支持菲律賓創出一個自己版本嘅南海仲裁案，呢29國呢都鞭長莫及，佢哋呢只係離遠吶喊助威，喺國際聲音呢嚟到進行干預。嗱，現在就睇中國點樣去處理。若然南海嗰邊有戰事爆發，喺政治上邊、喺外交上邊，點樣去做到處理問題的藝術，而不被世人詬病。當然，可能你會覺得，無論點講都好，全世界都會話你中國霸道獨裁噶啦。咁係咪就係因為咁樣，我哋就要唔理全世界，就直接就開波？嗱，須知道，我哋再睇翻一個例子，就係俄佬同埋烏仔嘅戰事。烏克蘭嗰邊佢嘅北約東擴呢個行為呢，就超然若揭㗎啦，但係能夠逼到俄羅斯出手開第一炮嘅時候呢，即使俄羅斯出師有名，即使俄羅斯話要保護翻頓巴士地區嘅親俄人士，但係都冇用，都係面對全世界嘅制裁同埋全世界詬病。好，呢個世界只要答邊個開第一炮嘅時候呢，呢個世界總會有啲同理心泛濫嘅分子，佢係睇唔明戰事背後嘅對錯利弊，佢淨係會覺得邊個喐手先，邊個就係錯。嗱，始終呢個世界呢係一堆咁樣嘅人嘅，呢啲諗法存在喺我哋人類基因裏邊，就係主戰基因同埋反戰嘅基因。所以我哋中國如果打住和平同埋共建嘅旗號呢，更加要注意呢啲聲音，就係點樣可以。既然南海嗰邊大家知道我哋開始呢個片段第一個前設啦，南海無論點打，我哋中國都贏硬嘅時候呢，就諗下點樣贏得最靚，點樣令到所有過錯、所有踩紅線嘅行為呢，都係別人做嘅，都係別人逼底下，而我哋為咗執法，所以先至要出手，咁就為之最靚啦。所以中國喺呢件事上面絕對唔係軟弱，中國絕對有咁嘅能力，派一支部隊就即刻圍住成個馬德雷山號，夾走裏邊嗰啲船員之後送翻俾菲律賓嘅時候
候呢，咁就事情一了百了。一扯嘅時候，成個馬德雷山號呢就冧咗落嚟。呢樣事情呢，對我哋中國係可以喺短時間內完全做得到。點解唔做？唔係因為中國軟弱，而係既然呢場仗贏硬嘅時候呢，就俾你做多啲滋擾嘅行為，等個罪咎同埋過錯呢都喺你度。而另一方面，中國就同主權嘅國家，即係喺南海嗰邊，須知道喺呢個主權問題上邊，唔係淨係菲律賓會攞住呢張牌嚟去進行玩政治。馬來西亞、印度同埋越南呢，佢哋亦都有咁嘅能力去攞呢張牌嚟到去玩政治，嚟到去進行談判同埋協商。我而家說話呢，就已經跳咗2級嚟到同大家超前咁樣嚟講，係主權呢啲嘢呢，講真維唔維護一回事，大家去到最後都係希望多幾手牌嚟到進行條件談判同埋協商啫。而喺呢方面，中國係發揮得淋漓盡致嘅。喺馬來西亞、印尼同埋越南方面，你見唔見佢哋會配合菲律賓嚟到去嘈啊？唔會啊嘛，因為我哋懂得同佢協商，而佢哋亦都懂得利用呢張牌即使南海嗰邊有主權嘅任何誤會同埋摩擦都好呢，可以唔講住，可以講經濟利益同埋合作先。呢啲就係談判嘅藝術。菲律賓點解唔會同中國有談判？其實菲律賓係曾經嘗試過同中國係修好關係嘅，問題就出自喺呢個小馬可斯呢個人身上。須知道2023年啦，2023年踏入咩啊？2023年踏入我哋病情之後放寬嘅一年。喺呢個菲律賓馬上佢出訪，第一時間咧就去中國嚟到出訪，希望同我哋中國嘅領導人見面。見面之後就出事啦。見面之後，美國咧就即刻用美國揸住菲律賓小馬可斯嘅一張牌嚟到要佢即刻變臉，就係咩呢？呢張牌大家亦都好清楚噶啦，亦都喺呢個政治上面咧，不妨同大家進行一個回顧。小馬可斯家族咧，同美國嗰邊嘅利益就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小馬可斯嘅父親呢，就喺美國度，現在俾人扣住嘅，同埋佢嗰100億嘅美元資產一齊被扣住。呢100億為數100億嘅美元資產，就係俾美國指佢係台底錢、污糟錢，就所以咧大條道理咁扣住佢父親同埋呢啲資金。小馬可斯自己喺美國呢，亦都係一個被通緝嘅人，但係咧呢個通緝呢，可以變成一張牌，就係要你小馬可斯聽話。例如話小馬可斯訪美嘅時候呢，就可以將你個通緝稍為嚟到去 waive 一下，但係唔係永久噶，俾呢個期限呢，就係喺你訪完美國之後嘅啫。之後呢，你要續期噶，咁樣。小馬可斯成個家族除咗佢父親之外，隨時有幾百億嘅資金呢喺美國嗰邊俾人扣住嘅。咁所以對小馬可斯而言，佢係俾人哋揸住痛腳，聽美國話呢係為咗爭取表現，聽美國話係為咗更多嘅有利於佢自己嘅條件，同菲律賓國家嘅國防、經濟、民生，甚至南海主權，基本上係一啲關係都冇。現在小馬可斯做嘅所有行為都係為咗佢個人嘅利益。佢2023年年初的確係訪中，的確係尋求緊合作同埋利益嘅，但係美國即時用呢啲牌嚟到控制住佢嘅行為，佢亦都迫不得已，冇辦法唔就範。日本嗰邊購入嘅整套雷達系統，其實佢嘅等級呢亦都唔係好高，所以軍事層面上面呢，亦都好難去講到小馬可斯旗下嘅菲律賓喺軍方嗰邊係有開戰嘅傾向。但係如果購入 F-16或者 F-18呢啲戰機嘅話呢，咁就開始有啦。等到菲律賓同日本再達成所謂嘅呢個互惠聯防嘅協議、軍事准入嘅協議呢，咁樣呢個戰事味道、圍堵味道呢就會越嚟越濃烈。所以如果喺外交層面嘅博弈呢，就係中國同埋東盟10國，即係除咗菲律賓之外，一齊去傾好咗嘅南海行為準則，大家咧都已經傾好咗。中國如何推動南海嘅安全行為準則咧，大家都已經有咗個定案嘅時候，菲律賓自己，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就係喺呢個三藩市嗰度嘅呢個峰會，菲律賓走過去同阿拜老頭講：喂，我諗到條橋，點樣呢？做多啲行為嚟到逼中國喎。當其時拜老頭咧係沒有回應，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咧，等阿習主席同阿拜登走咗之後，拜登唔會即時回應嘅，因為佢要陽奉陰違啊嘛，講一套做一套啊，真係唔係，真係我哋真係唔可以用咁平面嘅方式嚟去睇呢啲事情，同中國繼續抹面，同中國繼續關係不好呢，拜老頭係千個萬個不願嘅，而個原因喺三藩市嗰度，大家已經睇到噶啦，就係因為全世界最強嘅龍頭巨企，佢哋都想同習主席見面，都想開闢呢個中國嘅市場。佢哋當晚喺三藩市願意俾幾十萬美金嚟到一見習主席握個手 say 個 hi 呢，呢個行為
唔淨止係對中國嘅示好，係佢哋全體出嚟，亦都夾住拜老頭就話：如果你同中國關係搞得唔好，你就同我哋對抗。咁你2024年嗰條水喉，你選舉嗰條水喉你就唔使諗啦。呢個係一個夾拜老頭嘅行為嚟嘅。但奈何拜老頭必須要同大家講，同美國好多任嘅總統一樣，佢唔係美國揸莊嘅決定人，佢只不過係背後好多個唔同嘅利益山頭嘅調停人，即係話美國嘅軍方係極之想開闢戰事，所以美國先至喺巴以嘅事情上邊呢，不理全世界嘅聲音，都要係支持以色列繼續去開波落去，因為呢個係軍工集團嘅利益，背後美國軍事大佬嘅利益，拜老頭只不過係執行同埋聽命於佢哋，因為得罪軍工大佬嘅時候呢，2024年呢亦都會受到選舉嘅重創。咁南海戰線其實亦都係咁樣，小馬可斯唔敢真係開波嘅，但係聽命於美國嘅軍工集團，冇辦法唔做一系列玩嘢嘅舉動。但係玩嘢舉動呢，都有分純粹玩嘢，純粹踩下紅線滋擾一下，定係真係推向戰事嘅邊緣。好多推向戰事邊緣更加刺激嘅行動呢，就係菲律賓嗰邊軍方自己做嘅，國防嗰邊做嘅，因為聽命於美國。而講咗咁多其他借鏡嚟到分析嘅時候呢，大家就會完全知道點解中國唔一次過將南海嗰邊嘅事情即刻派支軍隊去平亂，平定咗佢一了百了。因為若然開第一炮，若然一個軍人去進行執行嘅任務嘅時候呢，即刻就會將成個局勢表示到係中國首先嚟到去發難，中國首先動用軍方嘅力量將呢個局勢推向戰事嘅層面上邊。大家睇到俄佬同埋烏仔，即使俄羅斯係為咗唔好俾北約圍堵北約東擴，即使烏克蘭嗰邊係單方面破壞咗佢嘅協議，當俄佬係喐手先嘅時候，佢都會引嚟全世界詬病。仲有邊個力量強啲呢？又會俾人哋詬病嘅，即係例如話，就當美國嘅勢力，美國潛伏喺哈馬神聖鬥士嘅勢力，又或者就當以色列嗰邊真係引導哈馬神聖鬥士對佢哋開第一輪嘅呢個火箭攻擊嘅時候，令佢哋出師有名，進行大舉嘅掃蕩。全世界現在呢都係詬病以色列，而唔係同情哈馬神聖鬥士嘅。點解會咁樣啊？因為亦都係呢個力量對等唔對等嘅問題，所以南海嘅事情若然中國開第一炮，喐第一手，跟住中國以大舉嘅軍事力量嚟到去搞掂咗菲律賓嘅話，亦都會引嚟全世界詬病。既然呢場仗係一定贏硬嘅時候，咁咪由佢哋。我自己個人認為就特登要由菲律賓嗰邊做多啲滋擾性嘅行為，踩紅線嘅行為。所以知道即使喺國際層面上邊唔承認仁愛礁嗰度中國係有主權，但係亦都唔承認菲律賓係有主權。所以邊個喺嗰度做嘅行為越出位嘅時候呢，呢個就係講緊國際聲音上邊嘅睇法。當然可能大家講到最後亦都會話啦，國際聲音都係對中國唔公平噶啦。反正現在中國維護自己主權做任何海警嘅行為，人哋都會話係中國詬病嘅，人哋都會話中國嘅霸道嘅，咁使乜同佢客氣？咁就更加要客氣，咁就更加要玩得小心，玩得有藝術。現在中國所做嘅行為全部都係呢個警衛、防衛、執法嘅行動，就唔係軍事嘅行動。就係睇菲律賓嗰邊點樣嚟到進行第一個軍事行動，咁開第一炮同埋第一個推向軍事行動嘅動作呢，詬病就喺菲律賓嗰度。而無論菲律賓點樣出手，幾時出手，喺邊度出手，中國呢喺南海發動嘅戰事中國都係贏硬嘅。呢個亦都係菲律賓完全知道，美國亦都完全知道，因為佢唔係佢自己打啊嘛，菲律賓做代理人做炮灰啫嘛。所以唔好話中國喺呢件事上面手軟，就係既然有啲事情係食硬嘅時候，不妨俾你去做多啲明顯嘅動作，俾你越嚟越離譜，咁自己呢就有更多出師有名嘅旗號啦。好多人就知道點解菲律賓嘅參謀長可以上去嗰架破船嗰度噶？咁中國嘅海警船唔係有臨檢嘅能力嘅咩？唔係可以阻止佢嘅咩？點解會俾人咁樣踩紅線？又或者調翻轉頭講，會唔會係特登俾佢踩多啲紅線，特登俾佢做多啲越軌嘅行為，咁自己更加出師有名？菲律賓只係自己想整一個南海行為準則，支持菲律賓呢個佢自己版本南海行為準則嘅呢，就沒有馬來西亞同埋越南支持。佢之前好想拉馬來西亞同越南支持，就拉唔到。最近就有29個根本喺南海嗰邊冇咩主權爭議、冇咩主權參與份額嘅國家嚟到支持，什麼印度日本、韓國、加拿大、英國呢啲呢，對都係一啲嘅關係都冇嘅同南海嗰邊，所以佢哋係沒有足夠嘅牙力去到干擾同埋參與一啲同佢哋根本無關嘅國際問題。只有菲律賓自己呢，
嚟到去玩嘢啫。菲律賓越做呢啲行為啊，我哋亦都唔好理國際聲音、西方嗰邊聲音，可能淨係理東盟呢邊嘅聲音咧，就會越嚟越得罪東盟嘅其他國家啦，就會覺得東盟其他國家同中國越嚟越多合作，越嚟越多大生意傾嘅時候，只有你菲律賓喺度搞事，阻住大家揾食。如果令到菲律賓做晒醜人，最緊要咧就係保持中國同埋越南又好、馬來西亞又好嘅合作關係，同印尼嘅合作關係，咁唔係一件好事咩？菲律賓越係玩嘢，就將自己越係離群，越係寡道失助。但係我哋呢，即使喺目前嘅呢一刻分析，小馬可斯係唔敢同中國斷交，唔敢同中國呢將呢個南海局勢推向真真正正嘅開波。我哋從幾樣嘢睇之餘，我哋亦都要知道呢，只要條件係許可、利益係許可嘅話呢，小馬可斯絕對唔介意犧牲晒成個菲律賓。佢同澤連斯基一樣，好似呢啲做咗美國代理人嘅人呢，就沒有良心可言嘅啦。佢哋已經完全呢同呢個魔鬼簽訂咗魔鬼的協議，而自己將已經心意同埋靈魂呢賣咗俾撒旦嘅啦。菲律賓同中國係一個點樣嘅關係？中國同埋菲律賓係好需要依賴中國，因為菲律賓每年喺中國手上呢係賺緊420億美元嘅貿易順差嘅，而菲律賓自己目前佢嘅貿易赤字係800億美元。菲律賓目前係800億美元嘅貿易赤字，但係卻喺中國身上呢就賺緊420億嘅貿易順差，即係話如果同中國斷交嘅時候呢，菲律賓就賺少420億嘅貿易，再加埋佢800億嘅赤字嘅話呢，隨時就係講緊1220億嘅貿易赤字。現在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東盟同中國全面嘅合作，貿易嘅份額只會越做越大。若然只有菲律賓自己係排眾而出嘅話呢，係玩孤立嘅話，受傷嘅只會係佢自己。菲律賓分好多個島嶼，力量係一個分散嘅國家。當然啦，喺杜特爾特以後嘅小馬可斯政權，如今呢就係迫不得已要聽從美國嗰邊嘅指令。若然真係推向戰事嘅邊緣嘅話呢，除咗小馬可斯自己會否陽奉陰違，但係利益可以嘅話呢，佢亦都唔介意犧牲成個菲律賓。須知道喺12月19號，即係我哋再倒翻帶去半個月之前，小馬可斯已經完全知道一樣嘢，就係若然再以過去嘅方式嚟到去處理外交嘅博弈嘅話呢，一定行唔通。意思即係咩啊？意思即係話同中國再有任何摩擦嘅時候，再以規矩得體嘅外交方式嚟到處理呢，就太慢。點樣可以呢迅速咁將無論任何摩擦同埋任何意見嘅分歧同誤判呢推向更加大嘅反撲呢？就係要越過一啲得體嘅外交方式，即係傳統有任何摩擦同埋誤會呢，首先就係一個口頭嘅照會，然之後呢菲律賓嗰邊嘅大使就會同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外交人員呢就進行外交照會等等呢啲咁嘅禮節。小馬可斯講到呢，就唔要用傳統嘅方式，要有啲所謂嘅 paradigm shift， 要改變呢個方式，講得好好聽，即係唔跟規矩做事，就將個情勢更加快速咁樣嚟到升溫。佢話多年呢，用傳統嘅方式，口頭照會、外交照會，然之後呢雙方嚟到去傾談呢啲方式，對小馬可斯嚟講，佢話多年呢個進展非常之緩慢啊，所以現在用新嘅概念，做啲以前未做過嘅嘢，改變以前嘅原則同埋諗法，咁樣會點啊？咁即係話，若然要局勢升溫嘅時候咧，可以升得更加快。所以咧，最近就傳咗啦，係咪搞斷交啊？係咪越過晒呢啲咁嘅外交禮節，直接就去到冇得救嘅邊緣啊？但係咧，小馬可斯咧又會話唔敢斷交嘅，因為佢玩嘢啫，佢唔敢真係去到斷交，真係戰事嘅邊緣啊嘛。但喺過去呢個月，小馬可斯嘅口中咧，亦都不斷咁講，就係今個月月中咧。完成咗佢東京訪日嘅一行之後出席咗呢個 ASEAN 嘅紀念峰會之後佢哋亦都不斷咁講啦，一定要快啲同日本建設一個互相團結、互相勢力準入嘅一個局面先至得嘅，已經講咗成個月噶啦。所以嚟緊菲律賓嘅小馬可斯，佢係絕對會將玩嘢嘅動作提升得越嚟越高。菲律賓嘅國防亦都會將踩紅線同埋推向戰事嘅行為亦都會越做越明顯。所以由我哋嘅外交部汪文斌就係講，無論任何事態，無論幾個嚴重嘅挑釁中國嘅協商同埋管控分歧嘅大門都係會打開，唔會關閉對話嘅大門。由呢番咁嘅言論就去到王毅講到何去何從呢？
菲律賓一定要謹言慎行，因為已經去到十字路口啦。咁現在呢，最後就同大家講下，到底既然始作俑者係美國嘅時候啊，美國真係真真正正將南海變成一條戰線嘅可能性有幾大？嗱，講到嚟呢度呢，大家亦都要回顧下最近，大家如果聽完今日呢條片有時間，亦都可以聽下啱啱上一條喺2日前嘅關於紅海戰線嘅呢條片。美國到底能唔能夠支持4條戰線？俄烏戰線呢，話就話幾近落幕，但係其實未完全完結嘅。仲有巴以嗰邊嘅戰線呢，紅海嗰邊如今美國組隊組另外10個國家一齊連埋法國嘅國防部一齊要準備去紅海嗰邊嚟到平聯，以維護佢哋商船利益、航行安全、通商嘅旗號嚟到去大舉進入紅海。呢個動作呢，就即係話隨時啊，若然有任何軍事摩擦嘅話呢，就等於軍事行動，就等於開緊波，係另一條戰線嚟嘅。咁南海呢邊可能性有幾大呢？本來美國嘅籌備佢嘅謀劃呢就好好嘅，菲律賓嗰邊玩新派嘅南海行為準則，煽動菲律賓去玩嘢，有可能呢就會鼓舞咗馬來西亞、印尼同埋越南呢一齊去玩嘢。點知中國成功協商同埋調停，令到馬來西亞、印尼同埋越南呢唔敢配合菲律賓嘅行動，所以現在呢，就只得菲律賓自己喺東盟嗰度嚟到去唱反調，支持菲律賓嘅國家都係一啲域外嘅國家，同南海冇咩主權關係，又或者係一啲唔夠牙力嘅份額嘅成員。呢啲成員呢，都係踩兩邊食兩家茶禮。所以講到呢度，到底南海嗰邊係行緊菲律賓嘅新嘅南海行為準則啊，定還是係行緊中國推動嘅南海安全總則嘅行為呢？其實就係全憑實力。若然中國係同東盟呢啲國家喺經濟上面建設互助方面呢，係冇足夠嘅實力，中國喺軍事上面冇足夠嘅實力嘅話呢，就算幾有道理都好，人哋都唔會聽你支笛，甚至配合菲律賓嘅行動添。所以最後都係講實力。而美國若然能夠挑動到南海嗰邊戰線嘅話，一定會連埋日本嚟到拉埋一齊。菲律賓同日本將會成為代理人。韓國會唔會加入呢？唔知，因為韓國有咩依喐嘅時候呢，有金仔招呼佢。日本又夠唔夠膽啊？真係配合菲律賓嘅行動嗱，大舉嚟到喺南海嗰邊同中國對着幹呢。我哋之前亦都同大家分析咗，就係日本呢，無論點樣玩嘢都好，佢有2大命脈呢係俾我哋揸住。第一就係佢能源命脈俾俄羅斯揸住。若然俄羅斯係鎖佢哋嘅天然氣嘅時候呢，佢哋就非常之大鑊。若然中國同埋日本係有軍事嘅摩擦嘅話呢，中國嘅遊客就唔使旨意去日本，日本呢喺個觀光業就會冇咗大半嘅江山。觀光業呢就唔係觀光業咁簡單，觀光業就係主宰咗民間經濟，係直接喺外來嘅資金飛去民間嘅任何店鋪、retail、飲食、酒店，係佢哋嘅命脈嚟嘅，令到佢哋嘅民間直接受惠嘅呢個喉舌嚟嘅。更何況呢個世界拋美債拋得最快嘅係邊個國家？亦係日本。日本亦都有佢自己嘅兩手準備，亦都有佢陽奉陰違玩嘢嘅地方。踏入2024年大選之年，美國將會非常非常之忙碌，因為要照顧住內鬥。而拜老頭如果好讓戰事繼續發生嘅時候，繼續開拓嘅時候呢，就會喺民主黨嗰邊失咗好多票源。共和黨係非常之支持主戰嘅一派，所以對佢哋嚟講，一方面開拓更多嘅戰線，有助佢哋嘅軍工產業嚟到逃離之外呢，亦係可以打擊民主黨嗰邊嘅威信，影響佢嘅選情。所以主戰一派嘅美國軍工嘅一派呢，係絕對義無反顧，有幾多戰線開幾多戰線。現在就睇下拜老頭有幾多牙力，點樣可以鎮得住，點樣可以用佢嘅力量嚟到撳住更多嘅戰線開拓，同埋令到有啲戰線呢快啲結束咗佢。例如話俄烏嗰邊等等。但最緊要我哋最擔心嘅一樣嘢就係唔好開波啦。任何戰事呢樣嘢呢，都係影響住經濟嘅，或者如果咁講，呢啲戰事呢，就唔係我哋中國嚟到去主導嘅，甚至南海菲律賓嘅行為我哋已經一忍再忍嘅啦。所以若然戰事係真係會踩到我哋頭上嘅時候呢，我哋應該要諗嘅呢，就係我哋有冇自保之力。呢樣嘢我哋大可以放心。沿海我哋中國係無敵嘅，任佢哋點樣搞事，任佢哋嚟幾多軍力都好呢，都難應我哋中國嘅鐵壁銅牆。呢樣嘢先至係我哋最應該放心嘅地方。更何況若然日本或者韓國真係有一絲嘅動作嚟到去加入戰團嘅時候呢，
佢哋要擔心嘅唔係淨係我哋中國，擔心埋俄羅斯同埋朝鮮嘅金仔。咁啊，今集呢嘅分析就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二日嘅行程。第二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學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彝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裏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由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
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咧，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一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
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瑞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朗中古城嘅。朗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朗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涉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朗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朗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嗱，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
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咧，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窄巷子。喺呢度咧，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咧效果非常之出眾噶。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咧，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咧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 2.0 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噶。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